闻状回京，已是中之枢密院事，均归以左监门外大将军提举武德司。诸公可有异议？如此至为妥当。今日便以此奉告天子。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官家有旨，杨斌、史鸿昭、王章等贼图谋大逆，罪在不赦，即行诛之。杀！门下盖闻，治乱之道，在乎正邪之辨。正必赏，而邪必办。杨斌、王章、史鸿昭等逆臣为众藩侯，抵于沿县，有司议罪，图谋大逆，其罪一；护市弄权，其罪二；不恤民利，其罪三；任人为私，其罪四；排斥贤能，其罪五；暗恤奸佞，其罪六；妨于群议，其罪昭昭。天人共愤，当治极刑。特着勋臣礼业，诸此三僚，以儆效尤。主者施行。朕本念及他们是先帝的老元从臣，故而处处忍让，奈何此辈欲壑难填，变本加厉。朕为社稷苦，为梨树苦，不得已而处之。先帝在前邸，苏相狗便是幕中第一谋主。枢密使一任，非相狗而不能为之。陛下，老臣不通军事，与诸将素无恩望。臣请以枢密副使郭威拜枢密使，统内外军事。郭威，朝廷的重使正在宣旨。门下，国家登言必夷，内以启功于术士，分必藩汉，外以发政于四方。起义枢密使郭威，据邺都而蒙悖逆，拥军众而显异志，致国本动摇，社稷临危，本应有司言议，具行百弊。然念郭威往素亦有。朝廷规制，宣调结阵，当有枢密院的牵押附属。
诏书之上为何不见杨相公的举名？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出事儿了！军官，军官，军官，军官！于宫门之内捕杀在职大臣，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。宣诏的中旨交在秀峰的手上，应该是动了刑。父亲，你可想好了？朝中出了奸人，挟持天子，戕害大臣。我等受先帝恩荫，断难做事。即日起兵回京，以清君侧。起兵回京，以清君侧。起兵回京，以清君侧。雀儿反了，河北的11余万兵马也反了。他这是要学杜重威吗？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？他这分明是在学先帝。哎呀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郭令公不是杜令公，能议和便不要动刀子。能战方能言和，这如今军中谁是郭雀儿的对手？冯令公，苏相公。郭令公究竟要做什么？郭威要做什么？陛下当去问郭威，老臣不知。陛下，冯令公所言极是。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，说起来算不得外人，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。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，去他军中问上一问。问什么？问问他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退兵的条件。请中使代奏天子，君臣有序，3军将士所食，皆为朝廷俸禄，并不敢以官家讲什么条件。然则，凡事必有因果。这许多重臣宰辅飞行受禄，总要于天下有个交代。臣等不敢冒犯天子圣谕。还请武德司李使君移步军中，为众人分说明白。郭令公说，只有这一个条件。退下吧。诺。官家。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。缓兵之计。京师守军皆是先帝从河东带来的旧部员从，心向刘氏，忠心不移，足可与郭威一战。郭威麾下皆是叛军，倒返京师，乃是为其蛊惑欺瞒，粮秣辎重，
自然是不足的。一旦陛下发诏，指其为叛逆，惊惧之下，军心必乱。郭雀儿只不过是强压着罢了。若是此时开战，其必然是溃散败亡。郭威不是不想打，实在是不能打，不敢打。他想不想打不知道。可今日朝堂之上，阿舅也见着了，冯明公、苏襄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想打的，就连太后也是。朝中文武不敢与郭雀儿死战，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，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，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。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，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，与郭雀儿殊死一战。退路？如何能断了他们的退路？郭威要进城了。公元950年，即后汉前又3年，后汉末帝刘承佑谋划铲除辅政大臣，并诛杀郭威满门，逼反郭威。郭威率军逼宫，刘承佑仓皇逃亡，途中被部下所杀。相公饶命！相公饶命！相公饶命！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饶命！相公，相公饶命！饶命！
天子弃国身死，乃百官何？做分内之事，又非第一回，亦非第一位。请令公入宫。请令公入宫。为人臣者，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。军规和元朗随我进去。其余人等在此等候。二郎不成器，害了他自己，也害了你全家。我和你大哥对不住你，在这儿给你赔罪。国家办当，社稷危殆，官家心丧。臣恳请太后下诏，以陈王入继大统，以安天下民心。雀儿兄弟，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。当年在太原做藩镇的时候，我家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家人慈和敦睦。入主汴梁不过3年，丈夫和2个儿子全没了。雀儿呀，给你家兄长留住香火吧。